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好，我们接续上个礼拜介绍的散热产业。那今天要介绍的个股是双红。首先我们看一下产业的部分，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说最近的 AI 盛行，所以生成式的 AI 多元化的运用，那需求就是大量的传输资料以及高度运算，自然对于散热的需求有增无减。过去的散热方案呢，都是用气冷散热，那这个地方就是用什么热导管或者是什么均热片，这个地方搭配风扇把热传导出去。那最新呢，整个气冷散热最新的技术是 3D-VC 这个地方，它属于一个高功率的散热，那单价呢就会比散热管这个地方的散热模组高达了2到3倍，或者呢我们采取另外一个新的技术，就是液冷的散热或是水冷的散热，它是利用水循环，散热效果会比气冷好，但是怎么样，单又更高了。好，所以说在整个趋势之下，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从过去的气冷，然后走到液冷，走到就是静默式的液冷散热这个地方。以目前来看的话，依照研调机构的报告，那全球散热的产值到2028年复合成长率接近 10%。 好，我们在这边要告诉大家，就是说878投资传承是一个为您做一个深度分析基本面以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是要带您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所以为了表示您对我们的支持，要提醒你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起开启你的小铃铛。 OK， 接下去我们来介绍双红这家公司的营运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这个地方呢，它的展望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比较旧的、比较传统的，包括的 NB 还有那个 Desktop 这个地方呢，它的占大概是 38% 左右哈。那在这个其他的部分呢，就是慢慢就是传统的比重往下降。那什么比重会往上升呢？就是 Server 这个地方呢，伺服器这个地方，它比重呢2023年展望就是会提高到30%左右。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双红这个地方呢，还有对于散热模组这个地方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就看到主要的包括我们时常在讲的散热片啊、导热管啊，还有风扇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散热片它是一个散热模组最基础的一个运用。那它的原料部分呢，大概是用铜跟铝。那在导热管本身呢，这个就是一个导热管，它是一个密闭的长条状的容器。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这样重复起来看到的话，就是说散热模组这个地方所需要最主要原料就是铜跟铝。此外呢，他们还需要风扇。那风扇这个地方呢，大概就风扇的叶片外框这个地方，所以大概就是一些塑胶方面的材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就知道，就是说当这些原物料在波动的过程之中呢，就会去影响到它的成本。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了就是说有关于双红的财务分析。依照往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股东权益报酬率。所谓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呢，就代表就是说呢，我公司呢能够为股东所创造的报酬率，我们可以直接用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权益。那我们也可以切成3个公式，就是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乘以权益乘数。好，我们看一下整个双红它的从2018年走到2022年它的 ROE 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2018年这个地方呢，它的 ROE 只有怎么样 10.27%。 那后来就是中间有上下起伏变动。那到了2022年这个地方呢，到了 24.01%。 那它的 ROE 的变动就是由低到高，然后再降下来，再平稳。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在它的税后存益率的变化这个地方，说它有先往上做一个提升，然后再小幅下降，然后再往上做一个拉升的动作。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它是慢慢的往上降，这代表呢它的接单就是说设备利用率这个相对就是有下降的动作。那在于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它的变动的部分并不大。 OK， 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它的季财务简表的部分季财务简表我们发现它的毛利率一样是维持在2%左右。那它的2023年的 EPS 这个地方呢，法人预估是 14.43， 跟2022年比较起来呢，它的获利成长率几乎是持平左右，就是小幅的衰退而已。可是在2024年这个地方呢，它的 EPS 怎么样，就呈现成长的现象。2022
2024年法人预估它的 EPS 是18.31。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双红与云端的服务业者这个地方密切的合作，气冷跟液冷的方案呢都在进行的当中。那预估就是说液冷方案呢在2023年只占营收的个位数，可是到2025年的时候就会提高到3成，所以这就是04年05年未来成长的动力。所以我们讲完双红，再跟上个礼拜的启宏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不论从年报或季报这个地方，双红显得就会比启宏来的弱一点。所以说我们不看后面的技术分析，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从财报的分析之中就可以看出一家公司技术面的走势。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的分析方法。我们一样就是有分所谓的标股的买法跟标股的卖法，跟各位做一个介绍。那我们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标股的时候，一定要先跟大家讲说，我们首先要找到关键位置，这样子我们才能找到关键 K 棒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攻击，那什么时候就是说攻击的时候要结束了。好，那在这个地方什么是关键位置呢？就是说一只股票如果一路往上涨，突破前波高点，这个地方就叫做关键位置。那一只股票如果原来是往下跌，那突破末跌高或突破前波高的时候，带长红棒，而且底下要怎么样？大量这才是叫做正式突破关键位置。那有一只股票如果是下跌 N 加 N， 那在它反弹的过程中呢，它就要突破什么末跌高跟波段高。在这边要注意一下，大家看清楚如果是 N 加 N 的股票，它的末跌高是在2高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会误到前一波的高点，那这个地方会有一点风险性。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有可能就是反弹一下子不到1/2就下跌 N 型再扩大所以在末跌高底下操作是可以操作，如果出现长棒，它只能以反弹区间操作，只有过了末跌高以后带长红棒有效突破，而且拉回破这个长红棒的原点的时候，我们就叫做怎么样反弹变成回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家要记得好，我们看一下双红，你看我们比较上个礼拜旗红的走势跟这个礼拜双红的走势，你就会发现旗红的走势就是45度的往上涨，可是对于双红这只股票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呢，它要攻击出去的时候，红棒这个地方并没有完全站上板，然后拉回又做一个回撤动作，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怎么讲盘涨动作。然后虽然呢它一样跟旗红是创新高，可是它的股价报酬率相对于旗红来讲，是不是报酬率就会比较弱了？所以从这个技术分析看起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选股呢？我们可以从技术面选股，我们也可以从基本面选股。就是说从基本面我们已经看到双红的 ROE 的动能就不强，可是旗红就是相对比较强一点，所以你可以从基本面选股，你也可以从技术面选股，你就很容易分出哪些股票是盘涨的股票，哪些是轧空的股票。像它现在回档的过程之中呢，它就是要回来测怎么四高的支撑力是强还是弱。如果说四高这个地方就是它回档的时候有守住量缩守住的话，它后面比较容易走轧空，如果跌破的话，后面比较怎么样，容易走盘涨。所以大家不要去着急，就是说我们片子是什么时候推出，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说878投资传承它的选股到上片呢，其实有一定时间的落差。那我们要传达一个长期的正确的投资逻辑，比如说我们从产业面选股的时候，我们是采取一个产业趋势向上的那我们从季报中呢，我们可以从 ROE 还有它的获利率，还有它的总资产周转率，还有它的那个权益乘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出比如说2档个股，我们就可以选出哪档个股比较强比较弱。那同样我们在股价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用关键位置过关的方式，可以看出哪些是盘涨的股票，哪些是什么轧空的股票。那股价自有它循环的道理。那很多学员就会说，或投资人就会说，哎呀，你这周推双红就是告诉我明牌，没有这回事的就是每个股价都有它循环的周期。 Judy 本身呢也不知道我今天录制的双红什么时候推出，你要去问我的行销公司，因为我不晓得他要帮我安排在什么样的时点所以呢我们不管片子是什么时候推出，我们只要用 N 型理论定位很清楚。如果它是往上走的话，我们去看一下 N 型理论的形态转折点到了没。那如果说没到，你就放心的持有。如果到了，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直涨 K 棒的话，那回档过程中你也不用害怕，你只要注意看它拉回有没有守1/2，就可以多空灵活的做技术面的分析了。好，那我们标股要如何出场呢？那回档就有不同的状况了嘛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上周所介绍的起红，你就会觉得说回档很容易守1/2，可是我们这一周介绍的双红
红，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成长力道不一样啊，它不像旗红一样今年还可以成长，它变成说今年是持平的状况，是等到明年才会成长。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它拉回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守1/2，就是大家观察的重点。那你说跌破1/2怎么办？跌破1/2也没关系，我们已经说过，它明年后年都是成长。那在这个地方呢，即使跌破1/2，我们还可以败部再复活。那一切的重点都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跌破1/2？有跌破的时候，在反弹的过程中，能不能带大量长红过末跌高，过波段高？好，那我们举那个个股，好，我们举第一个说可以守1/2的个股。那我们今天举的这档叫中华电。那大家也知道，中华电是一个获利非常比较平稳的，自然现金流就会流进来。所以你看它每一个波段的回档，是不是就好像一撇？好，那你用周线或日线来看，可能是一个 N， 那它就是呈现一个缓步的盘涨的现象。那这就是这只个股的特色，所以它在回档的过程中都守住了1/2，就是回档一撇的。那回档一个 N， 就是我们上次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新象这个加工商，新象这档个股回档的过程中守了1/2，而且我们下来看它回档的转折点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量缩的部分？所以呢，当它回档结束的时候，再往上攻的过程之中，这边是末跌高，这边是波段高，这个地方是不是带量？往底下看，带量长红棒突破以后有没有？它拉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守住这个长红棒的原点？有嘛？所以它继续往上攻。你说 Judy 现在好像要回档没有关系嘛？我们仔细观察回档，比如说这个波段从这个波段涨上去的过程中，它回档有没有量缩守1/2？如果有量缩守1/2呢，它很容易再怎么样呈现45度往上攻击。那如果没有呢，不小心跌破1/2，后面就是盘涨格局嘛，这样是不是就非常比较容易分辨呢？好，那我们还看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基本面改变了哈，竞争对手加入，让它的获利呈现衰退。那它就有一个特征，怎么样？它不啰嗦，它第一撇 A、B 段就跌破了1/2。那像这种股票，你就要掌握住了。如果回档跌破1/2，在反弹的过程中，只要不过高，你就要先站在卖方。那如果反弹的过程中，它可以有效的突破末跌高跟波段高的话，而且过关键位置，你就可以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新象安心持有。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逢这个高点你就要卖掉。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它在 A 波下跌 ，B 波反弹这个地方，假突破末跌高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它后来没办法过高点的时候，下跌 N 型再扩大。OK， 我想连续2周我们都已经对基本面及技术面这个地方做一个详尽的分析，相信大家对于散热模组会了解得更清楚。好，以上就是对于双红简单的基本介绍。这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什么呢？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的个股是建准，所以您不要忘了收看哦。下礼拜再见，拜拜。